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讲一个近期关注度很高的 UFO 事件。2025年3月，就在今年，美国科学家捕获了一个直径30厘米的不明飞行物。3月2日，哥伦比亚一个叫做布加的小镇，突然从天而降一个会变魔术的金属球，它能改变自己的重量，让水分快速的蒸发，甚至里面藏着极为精细的多层电路芯片结构。它的身上就有很多违反现代物理常规的现象。科学家们甚至还召开了好几次新闻发布会，公布这个金属球的研究进度和成果。而且从3月份发现到现在已经6月底了，仍然没有权威的机构对它证伪。那我们本期影片的主角就是这个来自哥伦比亚的神秘金属球布加球。故事素材来源于网络，叙述内容真实性无从考证。大家好，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这期影片我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越到后面越精彩，真心希望你能多停留一会儿。如果您觉得还算是可以的话，希望您帮我点个赞或者关注一下这个小频道，那这真的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或者留下您的意见和建议，因为我每天早晨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我那微博的订阅量有没有多出来一两个，然而没有。对，那先说这次事件的新闻发布会，因为你可以从参会人员的阵容看出人们对这件事的关注程度啊。那大家看这个画面，坐在左侧的是丹谢赫特曼，他是以色列的材料科学家，获得过201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坐在左侧第三个的是史蒂文梅林格里尔，是美国优福学家，他是外星智慧研究中心和揭秘计划的创办人。那旁边的是美国国会议员埃里克伯利森，他们都是在墨西哥参加的这次布加球的公告和新闻发布会。那叙述这些人的背景，也是想说这起事件引起人们的关注程度有多高，所以真实性大家可以自行判断。那这次 UFO 的目击事件要从布加镇的一个普通夜晚说起。当地居民有一个叫做卡洛斯的大爷，他晚上起来准备上厕所，就突然听到后院咚的一声响，像是什么东西砸在了草地上。他自己叙述说，当时没有听见爆炸，也没有看见火光，就打着手电筒出去一看，嘿，草地上躺着一个银灰色的金属球，直径差不多30厘米左右，大小呢跟咱们平时打的篮球差不太多，但表面特别的光滑。卡洛斯大爷就说，这个球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它周围的草地和其他地方相比明显不一样，草都开始打蔫了，就像是很久没有吸收水分一样。卡洛斯大爷低头看了一会儿这个金属球，回想起刚刚很大的撞击声，除了刚刚发出声音的位置比较吻合之外，似乎这个平静的躺在地上的金属球和刚才发出的巨大撞击声就毫无关系，因为不仅草地没有被炸开，或者是有掀翻的土壤之类的，而且金属球上光滑，球形均匀，也一点没有破裂和变形的痕迹。那这个卡洛斯大爷就一边琢磨，一边低头猫腰，想把这个金属球捡起来，结果刚碰了一下，手就像被电了一样发麻，电流还很大，不是那种静电。直到第二天他还头疼了一整天。后来呢，这个金属球的事儿知道的人就越来越多，因为卡洛斯大爷发现这个金属球当天的白天的时候，就有很多目击者也看到过这个东西，而且不是像他看到的是躺在地上，别人看到呢这个东西是飞在天上的，甚至还有一些人就把它录了下来。那它的飞行轨迹也很特别，就是这个球在飞行的时候，它拐弯的时候不会减速，也不会随着惯性漂移，看着呢就不像一个遵循物理定律的人造物体。那白天呢，大家看到过这个不明物体在天上飞，再加上晚上巨大的撞击声，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了一起。那第二天就陆陆续续的有几个大胆的好奇的居民也过来看热闹，但听了这个卡洛斯大爷劝，谁也没有伸手去摸。大家呢就觉得这个球啊，越看越觉得奇怪，它的表面没有任何的螺丝，也没有接缝，甚至没有焊接的痕迹，整个就是一整块金属制作而成的球体，找不到任何的闭合点，跟咱们平时见到的航天器碎片一点都不一样。因为就我们目前的科技，人工产物它不管多么精细，不可能整个和镜面一样完全没有接缝。当时呢，大家都猜会不会是马斯克的星链掉了下来，或者是气象局的探测气象设备。那大家就叉着腰看着这个金属球七嘴八舌的开始聊天，时间越来越长。那这个球也是平静的一直躺在那儿，完全没有变化。大家呢就觉得它没有那么神秘了。在下午的时候呢，更是聚了更多的人过来围观，就有一个大胆的人，他试探性的伸出手指去摸了一下。那后来这个村民就叙述说，这个金属球啊已经被太阳晒了一整天，但是摸上去呢却是冰冰凉凉的，像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一样，这就很奇怪。那发现这个神秘的金属球之后，当地的居民第一时间也是报了警。
那不久之后呢，这个球就被官方人员移送到了墨西哥国立大学，由专门研究 UFO 的海明默森牵头做检测。那这一测又把科学家们整不会了。咱们一个一个细节说，科研人员就听了村民的叙述，说这个球又带电又冰冰凉，就先用温度测试仪检测它的表面温度。那测试结果显示呢，它就是常温。测试它是否带电呢？结果是不带电。那接着科研人员试探性的往这个金属球上泼了点水，当水接触到这个金属球的时候，水居然瞬间呲的一声就变成了水蒸气，就像咱们平时把水浇在了烧红的铁板上一样。但是用红外探测仪照的时候，它还是常温的，温度没有升高，这就很离谱啊！因为咱们初中物理学过，蒸发需要吸热或者是温度升高，那这个金属球就违背了这两点，它在低温的情况下就让水变成了水蒸气。那最后呢，科研人员也尝试用手去触摸，结果竟然也是冰冰凉凉的手感。那各种现象都互相矛盾，其实更离谱的事情还在后面啊！其实越到后面越离谱啊！这个球啊，刚刚被送到实验室的时候，称重只有600克，那形象一点说，就和一瓶矿泉水差不多重。所以呢，大家就默认它是空心的。结果过了3天再一称，好家伙，它的重量直接涨到了10公斤。而且这3天里呢，这个金属球也没有沾过水，也没有碰到过其他什么东西。就这么凭空的变重了，科研人员也是蒙圈了。咱们都学过质量守恒定律，难道这个球它自己凭空在空气中吸收了什么物质吗？还是说它内部藏着什么装置能够改变自己的重力？有没有可能它就是科幻电影里那种反重力的飞船呢？说不定这个球真的有什么外星黑科技呢？那另一个违反常理的特点就是它的硬度。那一开始实验室的科学家把它搬到实验室之后，就测了它的硬度，是布氏300。什么概念呢？咱们已知的钢板硬度大概是200左右，这个球比钢板还硬50%，就是你拿锉刀根本就锉不动。结果科学家把这个球靠近磁场进行测试，那它的硬度呢就直接跌到了布氏60，具体一点呢就是和铝的硬度差不太多。这就像钢铁侠的盔甲突然变成了橡皮泥一样。而且我们已知的大多数物质的硬度变化和它的温度关联性更高一些，受到磁场刺激就能改变硬度的物体，近几年才刚刚开始研究，而不是纯粹的磁场一刺激就能够变形。这种感觉就像它内部的原子结构能够被有意识的重组一样。那科学家们接下来公布的内容更加的令人难以置信。那先不管这个布加球的硬度和重量怎么变化，当研究人员用 X 光给这个球做 CT 的时候呢，就发现它根本就不是实心的球，而是有3层同心壳体结构组成啊，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那最里面有2个对称的高密度区域，一个泛着紫色，一个泛着棕色的光谱，就像2个动力核心，类似2颗神秘的心脏。那大家应该能够注意到，这个球体表面有很多黑色的气孔。那科学家就在球体表面的这些小气孔里，居然发现了光纤的结构。那基本肯定这个球肯定是某种科技的产物，是能够搜集或传递一些信息的装置。因为咱们都知道光纤是用来传输信号的，这里面的光纤就排列的整整齐齐，密度还不一样，就像专门设计用来采集不同方向的数据的设备。再说这些黑色的孔洞里面，它有一些黑色的聚合物，这些聚合物只要加热到110度就能够分解。那这种低温分解的材料在生活中也是很少见。常规地球上能够低温分解的聚合物，大多数它们的温度临界值也都在130度以上。那想当年在1994年的时候，就有个美军上校说过一句话，人类的光纤技术其实就是逆向研究外星人飞船得来的。那这个人就是菲利普·科索上校。他在1997年出版的《罗斯威尔最后的一天》中指出了一点，美国军方通过研究1947年罗斯威尔事件外星人飞船的残骸，逆向开发出光纤、集成电路、激光等现代科技。那罗斯威尔事件也是很少上过央视新闻报道的外星人接触事件，也是少数被美国军方认可的接触事件之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之前这期影片，但是呢，大家请注意一下，故事呢从我这里说出来呢，它就很民间了，和官方的解释有很大的出入。毕竟我讲的都是都市传说嘛。对，那说到这儿，咱们就可以联想一下，这个球很多的特性，其实和咱们已知的一些黑科技的原理也有相似的地方。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影片，有一期讲尼古拉特斯拉的时候，还记得里面提到过特斯拉当年搞的沃登克里夫塔吗？他就是想通过电磁场无限的传输电力。那这个球的内部结构就和倒过来的特斯拉线圈很像。如果里面那2个高密度区域就像特斯拉线圈的原理的话，很可能就是产生电磁场的装置。那它用来悬浮和收集能量，我们想一下也不足为奇。那现实中实现无限运用电磁力，就有一种昆虫，
能靠电磁力飞行几百公里。那很多小伙伴都知道，没错，它就是蜘蛛。它能够靠喷向空中的蛛网感应大气电场，产生电磁力来飞行。那说不定这个布加球也是靠这种电磁力在空中飞行的，毕竟它的重量可以减得非常的轻。那在这个小镇发现这个布加球几天之后，近距离接触过这个金属球的村民，包括卡洛夫大爷这些人，好多都出现了一些症状，多数为咳嗽、头晕。那检测结果就发现，这个东西周围空气中氢氧根离子浓度异常的高。说简单一点，就是它周围漂浮着强碱性物质，浓度过高会对人的呼吸系统产生影响。他们就推测这个球的表面可能有一个电离层，把水分子直接拆成了离子，很可能是某种保护的机制。就像我们看电影里面经常出现过外星探测器的保护壳一样，只不过它现在的能量减弱，不能再产生保护作用了。那这个布加球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它坠落的地点叫做布加镇。其实这回发现这个东西不是第一次，在这个布加球坠落之前很多年之前，咱们地球早就是这种天外来客的打卡地了。历史上类似的神秘事件有很多，在100年前1924年的时候，阿根廷一下子掉了3个金属球，直径40到44厘米，由碳合金、钛、钼组成。那不同的是，它有2半拼接，中间是空心。特别夸张的一点也是同样，它的表面硬度也是高到离谱。当年发现它的人用手头的工具根本没法破坏它，而且每个球的重量都超过了30公斤。要知道1924年人类连不锈钢都没有搞明白，更别说这种硬度极为高的金属物体了。你这刚起来。好了，有啥事吗？没事，这屋里太热了，都11点多了，刚起来。睡得晚我。这个工艺就妥妥的是一种跨时代的产物。另一件事就是在5年前，南非有人拍到了夜空中漂浮着发光的金属球，它能突然的静止，直角转弯，跟咱们这次布加球的飞行轨迹是一模一样。当地人就说这个球飞过的地方，手机信号会突然的中断，就像被电波干扰到了一样。可惜之前这些记录只有叙述和影像画面，并没有找到实物。这也是这次布加球事件能够变得很火的原因之一。原因就是这次拿到了实物。那这几个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规则的球体，外观极为相近，有反物理的特性和看似超越时代的工艺。那这个布加球的后续传闻和消息也有很多，所有的检测结果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就是现在还没有拆开这个球体的情况下，这个球的结构功能目前没有一样能用地球现在的科技去解释。科学家们排除了卫星碎片、军事装置、气象设备的可能性，而且它还不像是被 UFO 爱好者伪造出来的。因为就凭这个无缝工艺和能够变重的特征，地球上没有哪个团队能砸这么多钱去做一个恶作剧，那剩下的可能性就越来越有意思了。就在不久2025年6月20号，这个布加球再次有了后续的消息，这次呢还是由知名的 UFO 调查记者海梅莫森主持的新闻发布会，地点呢也是在墨西哥。那这个人他曾经主持过2023年外星人木乃伊的听证会。那这次发布会就说，研究人员们发现这个金属球看似完全由金属制造，但经过仪器分析呢，发现它组成的成分是高含量的硅酸盐。那我们科普一下一般硅酸盐在金属构造中极为罕见，因为硅酸盐一般存在于石英石、长石之中，它们呢一般也用来制作玻璃和陶瓷之类的材料。也就是说，这个布加球只是看上去像是个金属球，但实际上呢，它的成分更像是陶瓷或者玻璃制造物。再加上前面我们说过的，它有时候软，有时候又变得很硬啊。对，那实验人员又在现场再次测试了这个球的硬度，在远离磁场的情况下，它的硬度竟然能达到布氏793 Hb， 而且检测发现它的密度只有 0.84 克每立方厘米，接近于海绵或者是泡沫的密度，就更加不符合常理。有着人造合金的高硬度，材料却像海绵一样。因为这个似乎由玻璃制造的球体，它里面不是包含大量的光纤结构吗？光纤又和一些我们可以理解为芯片的结构相互连接，再加上它的中心有2颗能量核心的心脏，就很像是一种环境检测设备，说不定就是外星人派来监测环境信息的，就像我们发射到火星的探测器一样。干嘛？那另外发布会说了一个很引导人们思路的问题，也是本期影片讨论的重点，就是说这个球体外部的这些花纹和文字，研究符号学的专家和鉴定人员给出的结论就是上面的这些符号和花纹是人工制造的，而且是手工做的。对，并不是什么超越人类科技的高级的雕刻技术。那大家很容易就想啊，那说到最后，那这又是个恶作剧吗？其实并不是啊。
这里面的学问非常的多。那大家接着听我编啊，不是，那大家接着听我讲啊。首先说明所有内容来源于网络，仅供娱乐。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当年墨西哥国立大学的符号学家将布加球的37处手工刻痕进行3维建模时，意外发现这些看似无趣的线条竟然出现有规律的组合。球体赤道位置的13组螺旋纹经光谱分析发现，其刻痕深度与玛雅历法中卓尔金历的周期完全吻合，每组螺旋的旋臂数量准确地对应卓尔金历的20个图腾日的神圣数字。就像13旋臂对应地震神，而另一组对应卡克齐科尔族的守护日，而旋臂末端的三角形缺口恰巧和奇琴伊察金字塔的冬至日影投射角度一致，而且有一组螺旋纹的中心刻着玛雅象形文字太阳神。但是说一下，这一串字母的拼写中混入了不属于任何玛雅文明的异体符号，那你也可以理解为这一段是一种过渡的解读。但是这些符号恰巧又在帕隆克王室陵墓的星图石板上曾经出现过。那学者推测就说，这可能是玛雅文明对前文明，也就是更高级的文明的符号学的继承。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些球面雕刻标记的刻痕深度呈现出微妙的梯度变化，赤道附近的线条深达 0.8 毫米，两极区域仅有 0.3 毫米。那这在地磁学中恰巧对应地球磁场强度分布的规律。另外，研究结果指出，球体的赤道附近较深的刻痕中存在多层的矿物质沉积，每层沉积物能够对应不同地质年代的地球磁场特征，而两极那些较浅的刻痕竟然检测到了微量放射性元素衰变的痕迹，暗示着它可能是在特定的能量场中被多次加工形成的一个球体。这意味着布加球不仅记录着空间的信息，更有可能它是一个伴随着地球生命周期已经存在了很久的一个东西。可以理解成是一部跨越万年的地球磁场编年史，每道刻痕都是布加球对地球历史的独特编码。另外，在球体腰部的环性区域，微星刻痕组成的矩阵中，每个符号由2部分组成，上半部分是玛雅文字的简化部首，下半部分是由并未解读的直线构成。其中一些符号与1938年在巴颜喀拉山发现的杜里巴石碟刻痕完全一致，而那批石碟也曾经被推测为 1.2 万年前外星文明的遗落物。公元7世纪玛雅帕伦克王朝的祭司王帕卡尔在王室陵墓中留下著名的太空人浮雕，其服饰上的几何图案与布加球腰部图形的结构吻合度极高。那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帕卡尔王朝发掘到了这颗史前文明的布加球，并试图通过手工复刻图案来重启它史前文明的能量系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能解释为何玛雅文明的数学、天文学的突破远超时代，却在建筑冶金上保持原始水平。如果布加球是真实的话，那玛雅文明的科技很有可能并非自主研发，而是对史前文明科技的逆向工程。当西班牙殖民者摧毁玛雅文明最后一座神庙的时候，很有可能他们无意中也切断了人类与史前文明科技的最后联系。那最后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如果有一天咱们真的证实这个球来自外星文明的话，你觉得它是用来友好交流，还是悄悄的用来监视我们？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交流讨论，记住保持好奇，但别盲目迷信。以上内容纯属瞎掰。对，另外说一下，在不久之前，2025年6月5日晚上7点，北京怀柔沙谷口水库的浅滩附近也发现了和布加球外形和飞行轨迹高度吻合的不明飞行物体。那你认为它们是不是同一种东西呢？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喜欢的话点赞、订阅、留言给我，咱们下期再见。不是那个外星人，海梅莫森，不是那个外星人遗骸恶作剧那哥们吗？啊，对呀。他说的能信吗？那你信吗？那天上飞的和最后实验室里摆着的是一个东西吗？